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依林。首先欢迎今天到场嘉宾，第一位是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苑老师。依林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我们的时事评论员邱敏宽哥。依林好，大家好。好，在这个焦点，我们要带大家来讨论，现在呢，中日关系不但没有缓和，而且几乎是全面炸锅了。就是因为高市早苗一句台湾有事的这一番言论，引爆了北京震怒。我们要来看到呢，现在学者点出来，因为说，其实呢，高市早苗他这一句话就是直接踩到了北京的4道最高的等级的红线。我们来看到，包含了是主权红线，认为他讲的这一席话呢，暗示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有民族记忆红线，因为挑动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伤痕，还有政治尊严红线。明明才在釜山跟习近平承诺说，会稳定关系，但是怎么回国之后就背刺挑衅？还有包含了国际化红线，企图要把台湾的问题推向国际战场。所以呢，北京现在反应也是非常的激烈。你可以看到，北京马上就祭出了4把利剑，包含了旅游禁令。日本的经济产业省就评估说，如果中国的游客减半的话，那他们 GDP 至少是会下滑0.3%，影响47万人他们的就业哦。还有包含稀土管制，因为日本的这个高科技产业呢，非常依赖中国的稀土，尤其是您看到了像是迪特，这几乎呢都是从中国来进口。还有产业链的脱钩，加速了对日本产业的国产的替代，以及包含实战化军演、扩大海空训演范围，而且提高频率，对日本的自卫队射入台海的行为，也画出了这个明确的红线。那还包括有一个热腾腾的消息，是在我们录影之前宣布的，因为中国直接通知日本说停止进口日本所出口的这些水产品。那现在大家就在想说，是不是接下来压力会越来越大？所以日本有艺人也接连表态了，像是歌手美伊里亚，还有演员呢石野浩二，他们直接在微博上公开表态，说永远支持一个中国。好，想请教苑老师了，您来看高市他踩到的红线到底有多严重？还有说这几把利剑，哪一件对日本来说最致命？非常非常严重啊！这个里面讲的这个4个红线都是跟台湾有关的。主权红线，他讲的台湾有事，学安倍晋三讲哈，日本就有事。我觉得日本就应该有伤势啊！历史来讲的话呢，历史仇恨因为大家都会强调14年的抗日台湾从1895年开始对不对？我们的抗日的话呢，你要加多少年对不对？要加上就进去然后这个政治上的红线，大家不要忘了。就是在这个在韩国的时候 ，APEC 会议当中，这个高市早苗跟这个习近平主席还见面了30分钟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好的开始。高市早苗回头就见了林信义还称之为执政对不对那么这个对于这个大陆来讲的话呢，就非常生气那就要把这个台湾问题国际化，因为这高市早苗讲的这种事情的话，也只是很委婉的把所有日本的心里的想法整个说出来。但是日本本身就是日本跟中国就是2个不同的国家，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必须坦白讲你刚刚问到的问题就是说旅游禁令的话呢，说句良心话，日本人的话呢很倔强。日本人到目前为止的消息不但是拒不道歉，也不要把话收回来，甚至说高市早苗12月份的时候要参访靖国神社，到里面的话披麻戴孝，哭得死去活来，你就是要做给你中国人看。所以说我可以这样讲第一件事非常重要，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高市早苗的情况也有预谋，日本的政客也有预谋，那中国的这个政府单位当中的反应那中国的预谋我可以这样子讲就是说在11月7号那一天第一时间内。就外交部、国防部再加上国台办，同时集体反应，用到最激烈的文字。最后第2天的晚上凌晨1点半，召见那个日本驻华大使就叫做奉释表示什么呢？表示从上到下。这个奉释这里用的词语，外交词语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里面非常严重。那另外的话呢，我自己的话呢这个我非常了解大陆人的心情因为我自己也是算大陆人嘛。所以说，大陆的整个民情舆论都非常激动。像你刚刚问到我说旅游稀土产业链脱钩包含禁买财产品呢，我觉得这不是重点，这都不会是重点。实战化军演是重点。我可以讲这个预期上来讲，我觉得高市早苗这个妈妈桑讲出来的话，真的把台湾害到了。因为台湾人几乎所有人认为这个仗打不起来
啊，这个仗绝对打不起来。为什么？就是会觉得说，你只要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台湾人有这个弹性，但日本人很傻，日本人没有这个弹性。高市早苗做了一个违背的事情。这个现在实战化的军演的话呢，里面配合这个实战化军演，不是只有在黄海实战演习的实战演习这个3天而已。对实战化军演的话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大概大家都没有接到消息，整个围台的这个大陆出动的战斗机60几架次。啊，就这几天几乎都是这样子。然后这里面的话呢，出现了一个最严重的一个情况，就是俄国啦、韩国啦、朝鲜啦，啊，整个东北亚地区沿着日本当中都环绕的开始表达有一种都谈到军事上的问题。啊，这个详细的情况等一下可能会有人再谈到，我不愿多说。但是我会大家想一想，你认为这些都是偶然吗？为什么韩国、朝鲜、俄罗斯怎么突然之间都对日本表达强硬呢？那这些的话呢，难道不是预谋吗？啊，虽然我没什么证据，但是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角度来想。所以我觉得说，这一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大。好，谢谢岳老师精彩的点评。我们就要来看到刚刚说到的这4把利剑，因为大家在说，这真的是非常精准的扎在日本的命门上。怎么说呢？其中尤其是稀土的部分，因为日本自认为说现在已经降低了对于中国的依赖，但我们从图卡上您可以看到，事实的情况就是还是有60%就是靠中国。尤其现在呢，全球的稀土加工能力呢，90%就是掌握在中国的手上。以及包括了全球70%的稀土产能在中国。好，那回顾2010年的钓鱼台争议，当时呢，日本的汽车、科技这些产业是完全慌了手脚，尤其当时稀土的价格是一年之内就飙涨了10倍。所以现在很简单的来说，就是现在如果是稀土一断的话，大家在说那日本的汽车、半导体还有军工业可能是全面被垄断了。好，我们要请明宽哥来看了，因为德国前阵子他们被迫要停产嘛，是，那就连川普这么倔强的川普都不得不低头。好，那现在日本，就您来看，他有办法可以承受吗？稀土的话，日本当然是没有办法承受，但是我们这个议题要从高一点的地方来看这个大议题哦。刚才老师有说有可能会走向战争的一个边缘，我个人比较乐观。为什么个人比较乐观呢？我认为现在中国跟日本是把这场戏的张力全部张到最大，但其实双方都非常的克制。那我们一则一则来谈哦。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哦，日本一直有所谓的首相荒。什么叫首相荒呢？日本的首相只要听美国的话，他一般能做的比较久，除非像安倍中间遭遇到了不好的事情。那中间呢，你只要向中国去倾斜的话，很奇怪哦，那个首相待不久哦。所以后面呢，各位可以发现呢，后面的话首相就常常换。所以呢，很多人就说日本的首相像什么呢？像走马灯啊。那走马灯后面等到了高市早苗，高市早苗也是花了9牛2虎之力才上了日本首相。为什么呢？因为自民党跟公民党中间还决裂完之后，后面好不容易就经过了一番波折完之后，可是高市早苗目前在日本的民调高达70%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到了一件事情，是川普紧紧握着他的手，感觉是爸爸握着女儿，然后呢，突然间从西装里面拿出一张，你要什么？告诉我，我通通会为你满足。这个叫空白支票。但是我们回头来谈到后面的架构就是双方把戏演足，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哦，日本的外务省赶快去跟中国的外交部来洽谈的当中，这个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画面，中方也得到了该有的一个回应。然后美国还说哦，他们会从延国的基地撤回了提风系统，所以双方其实是在降温的。但我们谈论到稀土这个就有趣了哈。全世界的稀土呢，它非常的重要。可是稀土呢，它有一个很大的麻烦，是在过去稀土是什么呢？是吃力又不讨好，价格不高。从矿源沿路到湿式的提炼，一直到干式的提炼，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方法。可是很多人不晓得，缺了稀土，医疗不能动，汽车不能动，电子不能动，太空不能动，通讯都不能动。我就不讲细节。各位还记得吗？单在今年，欧洲4大品牌，他们说没办法做车了，为什么呢？因为稀土当中有一个叫做永磁磁铁。永磁磁铁它做的叫做永磁马达，它具有很高的一个磁链性哦。后面日本的 Suzuki 也出来投降，我们也做不了车了，我们也没办法做。各位，这单是汽车。所以后面呢，我们去谈论到川普的一个关税，我个人对于川普我是看不懂啦。川普的关税很多时候他是举着正义的一个大旗，但很多时候是你内容到底要讲什么？各位还记得吗？后面当整个美中握手对于稀土的议题谈完之后，突然间墨西哥跟巴西懵了啊！天哪！中国的关税比我们还便宜耶，
中国的关税比墨西哥跟巴西还便宜耶。但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哦，中国这次在关税的谈判上，他们是处于被动的一个角色。但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他们每次在关键的时间点，常常可以取得重大的胜利。所以我们只能说，稀土这个战役可能未来在20年、30年当中会持续的演进。但目前从矿源到提炼到最后的一个终端产品来说的话，中国具有优势。美国、欧洲一直说，我们现在要赶快来，要加油，我们要买矿产，我们要建工厂。其实这是需要20-30年的一个功夫。最近美国刚刚去跟非洲提了所谓的矿源保障，但是呢，他们非洲人说，中国已经先来了，现在新的货还是要先给中国，后面有多的新开采的再给美国。所以这次中国在稀土这个领域当中的话，可以说是打蛇打七寸，打的整个美国跟欧洲跟先进工业国打的是哇哇叫啊。是好，除了从经济上来看，其实在外交层面，大家也在分析说，拿日中2位领导人的外交层级高度来看，因为分析认为说蛮讽刺的，日本呢是背信忘义，说背后对中国下毒手，但是北京方面呢，对大国的外交当中反而是展现了这个成熟度，因为像是中国就信守跟川普的承诺嘛，履行了釜山协议，用这个高价买下了14船的美国大豆。那现在大家在关注说，好，中日关系闹得这么紧张，那美国的态度到底是什么？美国现在悄悄的把这个延国基地部署的提风飞弹撤了回去，而且川普面对镜头的时候，他直接说，其实美国很多的盟友不是朋友。外界就在看说，北京现在是很守信，但是日本反反复复。那大家也观察说，美国现在对日本的态度是不是比较冷淡？是不愿意帮日本来善后吗？还是在跟日本做切割？干哥都已经弄到全球头条了。川普，你倒是讲话啊，对不对？我们日本现在被国际围攻了，怎么办呢？老大哥帮帮忙，不帮为什么？当然不帮，为什么？我们才刚刚，敏宽刚刚讲的稀土才刚刚讲好，现在又有一样刚讲好了。我跟你讲，14艘船已经开始往中国开动了。为什么？总共载了84万吨的大豆。哎呀，我跟你讲，其实川普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说，终于卖出去了，终于卖出去了，船终于开出去了，我可以被农民少骂一点。等一下，没有这样而已，后面还要再买1200万公吨。大陆外交部已经承诺，到12月底我会再买1200万公吨，当然没有像以前那么多。通常每年到现在，中国已经买了这个美国大豆3000万公吨了嘛，可是今年大概只有2000万公吨左右啦。那这一批14艘船已经出去了，从墨西哥湾开出去了。川普心里在拍拍手鼓掌，所以高市你搞这个大麻烦，现在叫我怎么在言语上面去帮你忙，很难呐，你知道，因为你会掂量嘛，外交辞令都是这样，看对方的反应，你决定怎么说，你硬一点，我软一点啊，我硬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软一点。那你现在从头到尾你看今天早上那个画面，你看那个刘劲松，中国外交部那个亚洲司长刘劲松去看金井正章特别跑去看他，两手插在口袋里面，你讲你的，我听我的啊，然后一脸不屑，也没有太多的反应啊，然后但是记者问他还会讲吗？请问一下你们会面的结果怎么样啊？很严肃啊，很严肃就说明了一切嘛，也没有说我骂他啊，他也没有哭着跟我求什么，那你就可从这画面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态度是很一致的啊，从薛健到刘劲松，甚至到《环球时报》啊，他们讲的话都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意志是一致的，所以高市早苗你没有什么选项。但是金井正章也讲了，很难收回，不可能道歉，不可能道歉，那会怎么样啊？那是不是要再事态继续恶化下去？我们现在看这个情况哈，说句实在话，我觉得还是最后由美国来出面还价，办一个什么会议之类的才有可能。不然的话，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我怎么看都看不出来，因为以日本的态度而言的话，他是不可能收回他讲出去的话。是。那可是这个不是只有中国现在对他这么有意见，而是周边国家开始都有意见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高市，我觉得他的首相之路比我想象的还要短命。是好，这中日紧张关系到底该怎么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
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现在外界在观察说高市早苗是不是把日本整个拖向了地缘深渊呢？就是因为这一句台湾有事论，大家在说踩到了中国的主权红线。那日本特使您看到急急忙忙赶快飞到这边，要来北京要来灭火，但是您可以看到，其实中国这方的态度呢，中方官员是双手插口袋，被认为说显然这个怒火并没有平息，而且越烧越旺。我们就来看一下当时的画面。好，现在中日双方的关系真的是越来越紧张，但是呢，现在大家在说高市早苗好像不但没有要灭这一把火，而且反而是往火堆里在倒汽油。因为日本媒体在爆料说，高市可能会在12月26号的时候，刚我们来宾也提到要突袭参拜靖国神社。好，时间拉回到2013年，其实安倍晋三就是选在这一天，他用首相的身份去参拜了靖国神社。但是这个举动呢，不但是挑衅，而且是赤裸裸的把这个历史的伤疤揭开来，把中国的国仇家恨踩在脚底。好，大家就在想说，高市这个举动参拜靖国神社是豪赌吗？还是说高市现在就是全面失控了？那苑老师，你来看北京方面呢，会怎么样让日本付出代价？我觉得这一次问题之所以严重的话呢，最主要是有4个方向的啊，这个让这个北京觉得非常不爽。那么我前面要讲到，刚刚这个刘劲松跟这个金井正章啊，他们之间的话呢，确实应了现在时下一句很流行的话了，就是说刘劲松是从从容容啊，2个手插在2个口袋里啊，然后那个金井正章呢是匆匆忙忙了啊，还没有连滚带爬，其实也差不多了哈。那么我要顺便要解释一下，跟刚刚他讲，2个手插在2个口袋里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不握手。这是外交动作，这是不握手。这里面实际上大家要了解。然后呢，针对于日本人呢，非常要面子。那这个金井正章呢，急急忙忙跑去啊，真的是有一点这个匆匆忙忙啊。我觉得他去的时候呢，他不得不去啊。他其实是负责大洋洲事务的，他这边要测探一下口风，大陆生气到什么程度？大陆生气的主要原因有4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呢，高市早苗用的语言啊，它的 implication， 那它含义上是的确燃起了历史上的仇恨，因为他用了存亡危机的时候啊，然后9·18事变也是存亡危机，77事变也是存亡危机。整个日本侵略中国的过程当中的话，常常用了这套借口啊。这个虽然是借口，但日本拿来当这个军国主义的发展，就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日本的存亡危机。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后续的发展啊，后续的发展的话呢，整个过程当中啊，高市早苗不但是死不认错啊，而且说呢，讲话一次比一次的狠。为什么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日本高市早苗刚当选这个首相，刚在川普面前的话呢，装可爱，然后在印尼总统面前把椅子拉近距离，表现的都很可爱的这种感觉啊，非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年轻人当中82%支持他，年轻的女性88%支持他，全日本人的话呢，年轻人18岁到30岁人通通支持他。所以后续的发展，那民意的话呢，基本上也高居不下，就是大陆无论如何怎么样警告，都至少有46%以上，甚至60几、40几。整个民意来讲的话，以日本现在的首相的领导地位来讲的话呢，这个比例实在是高的有点不像话，让中国本身来讲真的是面子拉不下。最重要的是政客当中讲话的有几个人哈，鸠山由纪夫啊，说他小狗叫来叫去，对不对？野田佳彦讲说你根本很不得体啊，你没经验，对不对？然后呢，最严重的是石破茂讲，一开始就第一个就反应，但是很遗憾的，这3个人都不重要。真的是麻生太郎没讲话啊，有影响力的人都没讲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你可以看得出来，那大陆目前为止的话呢，真的是因为很生气，所以刘劲松跟这个金井正章里面的表现的态度是告诉你啊，你看这个大陆的这个外交官的话呢，每一件事情他们都是有动作的。其实因为我们长期没有外交关系，所以我们对于外交官的训练就是基本上变成爱不爱台湾的这种观念啊。其实大陆的外交官他每一个动作，他讲的每一个字、每个词，那么这次当中的话，最重要的外交部的里面所展现出来的，一个是发言人叫林健，另外一个是日本的总领事叫薛健，双剑齐发，他们讲的事情真的比较严重。一个林健就问你日本到底要干嘛？你对台独要发出什么讯号？你回答一下。到目前为止，日本没有回答。那个薛健更不要讲了，直接把这个莫名其妙冒出来头给砍下来。我今天上午还跟一个日文很好的学生问了一下啊，他说他的话就这个意思。是好，现在呢，刚刚
岳老师帮我们提到了，现在日本的年轻人是真的蛮喜欢高市早苗，也可以说他在日本的民调真的就是居高不下。但是我们往外看呢，现在日本的外交，大家说是不是全面失控了？因为除了上任不到1个月，现在中国方面气炸了。那我们看到韩国也因为独岛的问题召见了日本公使，提出了抗议。而且您从图卡当中看到了，国会议长直接要求日本说，必须要展现出对2战的真诚反省，还有负责的态度。俄罗斯方面也是出口警告，说对日本外交官等30个人寄出了入境的禁令，而且在北方4岛展开大规模的军演。那北韩呢，无独有偶公开批评说，日本撕下和平国家面具，暴露了战争国家丑恶嘴脸，而且警告说，日本挑衅的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好，现在大家在看说高市的路线现在蛮激进的，1个月之内哇，一口气得罪了中俄韩朝这4大国，也让其他的亚洲国家其实感到蛮紧张的。所以盖哥就您来看，日本的外交再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会不会陷入全线孤立化这样的困境呢？高市早苗，你绝对不要因为你的民调升高而窃喜。我可以告诉你，日本年轻一代根本不在乎政治，更不在乎国际局势，跟我们台湾小孩一模一样。他们连他们自己的定位都搞不清楚，所以你以为从这个来自这些年轻人的高支持率对你有什么帮助？你要回归现实，你要回归为什么中韩以及俄还有朝4个国家现在都对你表现出强硬的态度，那就是因为你最近的这些言行会导致这些国家侧目。当然会侧目啊！什么叫做存亡危机？存亡危机事态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万一发生了这个不确定的情况之下，日本要再武装吗？其实再武装这个议题，几十年来、半个世纪以来，都是亚洲周边国家所害怕的，很忌惮这个问题。日本它因为宪法的规定，它不可以再武装它的这个部队。那如果说它能够它现在派驻海外，它只能就在一种什么，就是一种人道救济的那种状况下，但是它绝对不能成为一种派兵也就是说，波斯湾战争打得多凶，没有日本军队，没有日本自卫队，为什么？因为你在宪法不准你派。现在你高市早苗，你突破这个禁忌之后，所有国家侧目。我跟你讲，远在澳洲1万公里以外的澳洲，它都侧目，为什么？他最害怕这个，因为澳洲吃过亏的嘛。澳洲、纽西兰、印尼，每个国家都怕再吃这个亏，所以邻近的国家，那更不用讲了。高市早苗据说12月26号要去参拜靖国神社，我看是真的。他现在都不敢讲话，为什么？因为我真的要去啊。为什么？因为我要继承安倍的遗志啊。安倍13年前去过啊，当时去的时候的结果下场是什么？就是稀土不给啊，大家还记得吗？北京当时就说你这样搞的话就不给。这13年来，日本受到教训了。本来是9成靠大陆，现在5成靠大陆而已了。他们已经赶紧想办法弥补了。可是那时候真的非常严重啊，所以大家晓得说，你如果说你真的去参拜靖国神社，就有点像纳粹集中营一样，那是永远的耻辱。但是日本的民族性很奇怪，他认为这些人是英雄。这些靖国神社3种人啊，一个什么日俄战争，还有什么中日战争，还有一个太平洋战争，3种人。这3种人，他们派出去的都是侵略者，都是各国厌恨的人物。结果他们现在供在靖国神社里面246万名官兵的香的牌位，你去参访他，你就是怎样？你就是不尊重周边的国家，尤其是南韩、跟台湾、跟大陆。所以大家就晓得说，他如果胆敢去的话，那他就跟周边国家干嘛？就是宣战。所以俄罗斯说，我现在开始举行军演了特别针对北方4岛举行军演。北方4岛哪4岛？国后、泽捉、色丹、池武这4个岛。这4个岛的争议已经80年了，到现在不能够解决。俄罗斯再次军演就是告诉你说，不可能解决，我不要跟你谈。那日本到现在，你看得罪大陆以后，俄罗斯对他也那么强硬，朝鲜也不遑多让，韩国为了独岛也是这样，你就觉得四面楚歌。川普来帮忙吧，没人要帮你。
哦，确实。那日本这样动作频频，大陆方面是怎么样反击？我们就来看到，因为日本从1956年加入联合国之后，隔2年，1958年就非常开始很积极要争取非常任理事国的资格嘛。其实这70年来呢，一直有机会就想要希望可以得到这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的资格。对日本而言，这也被看作是他们战后国家正常化的最后一步。所以历任首相其实他们心中都有这个梦。但是现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就直接宣布了，说日本根本没有资格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好，大家再看，就因为高市的这一句话，让这个日本的这个入常梦是瞬间清零了吗？哦，这个议题要分成2个层面先来说哈。我们现在说第一个层面，台海的一个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因为台海当中包括了亚洲的一个航线，包括的能源，包括的电子产业等等，这个我们就不再赘述哦。但之前驻韩美军有说过，未来会有2个任务，一个是防卫朝鲜，另外一个就是台海介入，就是台海如果有事的话。驻韩的美军，韩国不加入哦，驻韩的美军他要加入。今天意大利媒体直接说哈，其实中国很怕一件事情。我刚有跟各位说，中日2国极度的克制哦。意大利媒体他说，中国最怕的就是万一日本再武装，同时去介入台海的话，同时美国跟台湾跟日本的一个介入，会不会对中国比较有利？这个是不一定的哦，这是不一定的。先有这个条件，但是我们来说这个入常哦，讲到这个入常梦，日本就真的难了啊。为什么有真的难的呢？我们去把那个联合国的定义先抓出来哦。联合国的5常是哪5常呢？很简单，2次世界大战当中带领着全世界去打败那个邪恶轴心的，叫5常。哦，所以当时中国、英国、法国、美国、苏联后面改名叫俄罗斯。那我们来看哦，谁被撂倒？撂倒当中，第一轮是日本、德国跟意大利。所以那时候最早的时候，这3个国家是美军进去托管，它的定义叫托管。后面发生了韩战，韩战完之后又托管了一个地方叫做韩国，所以简单的说，就定义上来说，如果我们就联合国的定义，它要入常，这个是有它的一个困难度的。第二个，日本当然有它的一个强度啊，日本的强度是它目前在全世界的经济是排前5大。目前美国、中国、印度、德国、日本大概就是5大当中在盘旋，军事的话大概是排前10大，但就定义上来说，这是第一个比较麻烦的定义。第二个是你要跟中国去在联合国当中比投票，连美国都比不赢。为什么连美国都比不赢呢？我来跟各位说哈，在过去40年的过程当中，美国人曾经叱咤风云，但后面美国人发现要经营国际关系好累哟，又要人，又要钱，又要不同的语言。那过去是所有的人都到美国去读书，那很简单，最精英的人都去英美读书，以后这些人当总统呢，当然是比较亲近我们啊。可是过去40年当中，中国很认真的在经营非洲、中东、拉美等等的关系。所以呢，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你有什么需要？而且他们也说哦，他们不会像过去殖民地的一个时代去来殖民你。那中间有很多的因缘际会啦，所以我们简单的说哈，在联合国比投票的话呢，现在美国都没有办法撂倒中国的情况之下，日本要入常，开干蛋供3个字不可能。好，更多精彩内容我们稍后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我们这一节焦点要带大家来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又生气了，但是他这一回生气的对象不是外人哦，是美国自家人。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画面，看看川普到底在气什么。Mr. President, why wait for Congress to release the Epstein files? Why not just do it now? You know, it's not the question that I mind, it's your attitude. I think you are a terrible reporter. I'll tell you something. Yes, so why not just sign it now? I think the license should be taken away from ABC because your news is so fake and it's so wrong. And we have a great commissioner, the chairman.好，就是 ABC 记者的提问呢，直接让川普很不满，因为他问到的就是关于爱普斯坦这个问题。那其实这个画面大家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熟悉，因为之前川普在空军1号上面，当时也有记者对他提问哦，您来看到这位记者女记者为他提问，也是关于爱普斯坦案。但是呢，您看到川普非常的凶狠，他直接用食指指着对方骂说 quiet， 甚至说对方是小猪。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其实川普对于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
在意的，所以他反应这么激烈。那在参众议院呢，其实共和党议员现在也不挺自家人，不挺川普了，要求司法部公开档案，因为是用压倒性的票数表决通过，这就让川普他的民调是直接受到冲击。我们来看到路透社11月14号到17号的民调，我们来看到川普他的支持率是再度滑落，目前就只剩下38%。其实这个数据呢是他第2任期以来的新低。这其实现在已经受到一个讯号，包含对川普、对共和党而言，大家说这个民调就是一个红色警报。那川普的民调呢，就任的时候是最高峰，那接着就一路下滑。苑老师，你来看，川普明明就一直宣称说，这个关税政策要让美国经济史上最好，美国再次伟大，但民众怎么没有感？关税的政策的话呢，目前为止，大家想到关税乱加关税的结果，什么都加，连牛肉啊、香蕉啊什么都加，那当然会物价膨胀嘛，对不对？就是说是这物价膨胀的话呢，当然是东西就变贵嘛，钱毛了，这个就是物价膨胀。但是的话呢，这里面有趣的现象是，川普的民调下滑的话，跟他个人的信赖感是有关系的。我跟你讲到爱因斯坦的这个案件呢，我其实莫名其妙的兴奋起来，因为呢这件事情其实讲起来非常特别哈。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我看到美国参众两院投票从来没有在11月16号投票的时候啊，众院427票对1票反对啊，然后呢，这个是说所有全部的就一共就428人嘛。然后参议院100%通过，他就100人，对不对？那这个案件为什么特别呢？这个案件特别，我说句良心话，对西方人来讲的话呢，法律就是法律啊，哈。那么有很多很重要的人物啊，比尔·克林顿啊，连那个全身萎缩的那个霍金啊，都在那边嫖过好几次哈。那么有这种说法的话呢，其实这是人家的事情，我们不要管这人家的事情。但是他在2008年的认罪协议当中的话呢，一不小心公布了受害人的名单，结果受害人里面的话出了2件事情，第一个，受害人不知道他自己原来到那边去，他是觉得说领了一点钱，价钱都非常高都是心甘情愿的啊。比如说一次的话呢，就是我们这边讲最好的50万台币，他的50万美金这种情况下，问题是 pedophile， 他有很多未成年。安德鲁王子就是玩了9次以后未成年那个的话呢，就是那美国这个国家是非常 emotional， 所以他那个情绪来讲，在大家面前哭所以我因为这9次以后呢，回去家不成家什么，现在他最近自杀了。那大家一下子全部都开始讨伐。那个川普他本身在当选之前呢，在选举的时候他在强调这个有什么好话，这些都是混蛋，就要马上公布这个档案。结果当选上以后他才突然发觉话讲太早，里面他不但有档案，有文字档，还有照片档而且照片档里面居然就跟那几个未成年在一起。我都看过，所以我莫名其妙的兴奋起来，还真的蛮漂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他自己呢，就是说讲，一直到了这个不久之前他在讲，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众议院投票那次他突然一改作风，他原来都一直用骂的，讲的 little pig 什么的，在骂人的时候都要公布，问到这个事情他就非常激动的，非常生气都不管。那旁边是萨拉曼王子，是美国最大的一笔生意要来，他都不管，那么乱骂人。好了，那现在的问题是他突然改风。他一改口风要投票的时候，所以说才会出现这个投票的结果。但是突然出现这个结果以后呢，在通过以后，他真的没有想到，在公布内容当中，你知道这个档案里面有多少页？这个档案里面要上差不多5-6万页里面的话夹杂非常多的照片，甚至还有就欧美的达官贵族全中不中的话大概就是圣人了可以到天主教去当神父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那川普本身他自己完全不知道，因为这个人做事情他的绯闻太多了。就是说他跟那个 A 片女优在一起也拍过嘛，然后他还被人家控告说什么强暴什么，他都有嘛，对不对？所以他自己根本都记不得了，他有一点担心这个其中选举的问题。确实，因为现在民调看起来真的是蛮惨，大家说快跌破谷底了。但最大的原因呢，为什么美国民众这么不满？大家说回来，包含了物价跟通膨，就是美国民众觉得说太痛苦了。但是川普好像跟大家没有共感。你看到他17号的发言，他是说现在物价正在下降，美国处在黄金时代。但是你要问说物价有没有涨的话，那一定是民众最有感嘛，因为荷包就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而且这个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从川普他宣布对等关税之后一路上涨，4月份2.8%，6月份2.9%，7月3.1%，到9月3%，跟民众息息相关的，像是很多人每天一定要喝的咖啡，一年来涨了19%，那碎牛肉涨了13%，牛排大家很喜欢吃，这价格也是涨了17%。那现在大家每一天回到餐桌上，就看着餐桌，就是觉得大家最痛苦的来源，因为好贵那川普也不得不低头，他就赶快宣布了，说我减免200多项的食品的关税，包含了咖啡、牛肉、
香蕉，大家常常生活当中需要的。那另外一方面，他也宣布说，明年6月之前要发每个人$2000的现金补贴。但是敏宽哥，你来看，这真的有办法熄灭美国人的怒火吗？这段议题我分成3个地方来跟各位做讨论哦。第一个，川普在总统选举的时候是势如破竹，所以目前总统是强势的一个总统，包括了众议院，包括了参议院，也是强势的众议院跟参议院。但最近美国做了一个前期测试，美国前期测试当中，共和党突然间慌了，为什么呢？目前包括了 New York City、New Jersey 跟 Virginia， 好，这2州是选州长，纽泽西跟维吉尼亚是选州长，纽约是选市长，共和党全败。警讯呢？那全败该要怎么办？所以呢，后面哇，你可以发现川普很气啊，一下子什么第4次谈晶片啊，台湾把晶片生意被抢光光啊，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地图炮开始开哈。那开完之后，现在的美国的麻烦是什么呢？来跟各位谈谈。我最近我太太上个礼拜刚从美国出差回来，就说：“哎，台湾真是宝地呀！”那为什么台湾真是宝地呢？因为你拿到那个账单不是最终账单，它的账单它有本金，它有税负，然后它还有什么呢？它有 tip 就是服务哦，服务你还可以自己勾。哇天哪，看到那个服务我都疯了，有10%，有20%，有35%，所以就堆叠上去。那堆叠上去完之后呢？我太太跟我说，普通时候省吃俭用，为什么呢？美国说随便吃一个大麦克，现在哦，大概要20块到21块美金，折合台币600。哇！然后呢，普通时候就赶快去超市买东西回来吃。那吃完之后呢，可是因为他去开会嘛，去那个大型会议的时候，当天就大家也就穿着礼服，然后就进去了。进去完之后看那个牛排的价格，他就说牛排是还可以吃啦，不错啦。可是看到那个价格，原始 original 的价格170，还没加税，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美国的一个状况哦，所以美国现在的人呢就开始省吃俭用。最近美国他们的网络商品跟电商商品，你知道什么卖最好吗？厨房商品。美国过去人不煮饭，现在很多美国人不敢外食，开始学着煮饭，他们就开始学着煮饭了。好，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哦。可是问题呢，最后我们要谈论到第3个部分了。第3个部分就是说关税。那关税是怎么玩的呢？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哦。关税就是中间商先带电。我是卖方，10是买方，我们2266看怎么谈，但是我付一点，你付一点。可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用台湾话说，给这骨卡骨来吧，都会痛，还是会痛，所以最终一定会回到最终的消费者。那最终的消费者现在来看。牛肉也涨，牛排也涨，各式各样都在涨。可是美国其实有一件事情在盖牌哦。美国为什么最近股市在跌？为什么最近的外资开始在高档获利？因为美国之前曾经说哦，那我们就把失业率跟 CPI 把它盖牌好不好？总统可以讲这种话哎。总统可以讲这种话，那今天我听到的时候，我也都觉得下巴快掉下来了。这么重要的数字怎么可以盖牌呢？可是美国的失业率正在慢慢的扬升当中 ，AI 要负很大的的责任。为什么呢？很多人都以为 AI 能救世界，没有，低层的工作被 AI 给取代掉了。所以我简单的说，为什么川普在这个时间点急急忙忙要发2000块美金？没有钱口袋没有钱还是要发，因为纽约、纽泽西、维吉尼亚这3个都输。川普知道他问题大了，但发这个2000块真的可以救他的民调吗？要先有钱，2000块钱只能吃3次牛排啊，真的700块钱差不多，2000块只是暂时的，确实，一对夫妻也不带小孩。是，就你来看，现在美国物价跟经济，当地的民众真的是很不满嘛。那刚刚也提到，包含说接下来会有期中选举的压力，那川普接下来关税会不会逆转，会不会低头？他说那个敏宽说。现在吃一个大麦克可能要600块台币啊，当然那是把其他的东西加进去啦，连那个小费啊，是。但是去年同期的时候，一个大麦克大概只有现在价钱的大概90%不到了哈，所以人民就会觉得说，连麦当劳都加钱了，你知道，川普现在害怕到干嘛？你知道吗？因为他知道啊，看敏宽讲的，维吉尼亚大败，然后。州长都被人家端去了，好，他现在最新的他在那个推特上的他的那个广告是什么？他说我告诉你，我是炸薯条出来的总统，我跟你们是最接近的，所以不用担心。我跟你讲，通膨会慢慢下降的。我们现在美国几乎没有什么通膨，乱讲，美国通膨已经节节上升了，就是现在老百姓最怕的就是通膨，为什么？因为什么东西都变贵了嘛。不是，就是说他现在讲，我14号签署行政命令，200项商品，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是这个关税下降，对不对？200项，
咖啡、香蕉啊、牛肉啊等等，还有一些家用品。然后，可是老百姓说不，我们不是只有这样而已的，不是说你今天把进口商品下降了关税，老百姓的那个压力就会变少，而是保险费一样贵。对，我们讲了几次保险费，尤其保险在美国的社会中，它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人人需要保险，不然你就像游民一样被丢在路旁，你不敢看医生，因为你看不起，你根本看不起。你有什么身上你也觉得说你真的要去看医生，我跟你讲，你不敢去动用那个保险费，因为太贵了，所以你必须要什么？必须要有，就是说有相应的保障，你才敢去看医生嘛。那现在保险费已经贵到这种地步，很多家庭都已经说我们不买保险了，为什么？太贵，我们支应不起。如果今天你订立了这样的契约以后，明年更贵，所以他们认为说他们不应该再去买这些保险公司，因为保险公司都是吃人的嘛。所以现在我觉得川普他没有想到真正的问题，$2000的补助6万台币，我告诉你，6万台币在台北过不了1个月，这是不是事实？是事实。所以大家就晓得说，川普他现在急了，他也知道他民调掉了，现在支持率只剩下38%。但是在这种情况底下，如果通膨还是不能够被控制的话，也就是关税战继续打下去的话，苦的还是美国的老百姓，而不是政治人物。政治人物根本感受不到民生的疾苦，这就是美国中产阶级他们现在最忌惮的，也是最厌恶的，就是说你们在高高在上的人根本不晓得我们的痛苦，然后我们现在都要靠食物券在过日子，这种情况，然后到政府现在才刚刚开始开门，对不对？能不能够补足他们以前的损失？我觉得很难呐。所以川普他的民调，我认为会继续掉。是好，更多精彩内容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这一节焦点我们要镜头转到菲律宾身上了，因为菲律宾今年呢，不管是在政治、社会各个方面都面临到很多的动荡，尤其您看到连续很多个台风侵袭菲律宾，结果造成了259个人死亡，还有数百万人被迫撤离。但是原本大家都以为说这是天灾带来的灾害，结果不调查还不行，一调查结果发现，原来这根本就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很关键的防洪工程被系统性的贪污给掏空，让灾情变得更加的惨重。那很多人就在想说，好，离谱涉案的可能就是1-2个官员，没有，因为现在一步一步被揭露，说包含了有这个工程的高层、承包商，而且甚至连国会议员都卷入。大家都在看，因为这些人甚至很多人是小马可是身边的亲信，所以这让民众呢，菲律宾民众直接炸锅了，非常不满。从这一张照片您可以看到，其实这些民众他们身上穿的都是白衣服，他们出来抗议，整个形成了一片白海。主办单位统计了，说现场有65万人，他们出来抗议，主要诉求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全面清查总统身边的人，而且还没完哦，整个防洪的这个贪腐案持续在延烧，包含了宗教团体、民间团体，他们也出来抗议。发起了100万级的示威，在短短2天有120万人，他们投入了这一场抗议。好，菲律宾的这一场风灾变成人祸，当地民怨直接炸锅。苑老师，您看，单纯就是因为这个贪腐案，大家忍无可忍，还是早就对小马可斯政府很不满了？我必须坦白讲啊，菲律宾有1亿多人口啊。那么这个遇到这种事情的话呢，上街的话呢，号称65万人啊，2天合计只有120万人啊。我觉得的话呢，从某种角度来讲，按比例来讲，这个抗议的人并不是太多。但是请不要忘记啊，菲律宾是整个亚洲地区是直接采用美国民主的这个宪法的国家。那个我们自己也了解啊，我们在台湾的话，遇到这种政府贪污的事情啊，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情绪上极大的反应，大家都会走上街头啊。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个有几点是非常跟人数是不一样。第一个的话呢，这个事件的本身呢，这些出来抗议的人啊，是抗议的理由就是我们中国人讲叫清君侧啊，就是说你这个总统小马可斯旁边的人啊，通通在贪污，尤其是他的亲戚，而且这个事实上我们已经讲了好久，就菲律宾人呢，这个国家完全没有进步的空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整个情况下来讲，
这个小马可斯现在面临的是自己内忧外患一大堆。内忧的话呢，自己家人都讨厌他要死。我举个例子有一个报纸叫做《马尼拉 Times》马尼拉时报，居然讲黄岩岛就中国领土。这个大家这在报上面写的，就是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呢，我不晓得这里面有没有大陆买通的或者怎么样的但是这个报纸说完了，我们上次在这边就评论这个新闻，就马尼拉 Times 里面消息就有这样子讲的话，就是说对于小马可斯来讲，他现在就是孤注一掷，就是完全用南海的议题来显现他的威望，然后这个也搞不清楚，那自己国内不买单。然后另外第三点的话呢，我觉得美国从头到尾就没有支持他，反而是在拖他的脚因为小马可斯现在做成这个样子的话，就没有办法表现的时候，很多人就外传了，我也听到这个谣言，就是小马可斯有把柄在美国人手里，那他自己的话呢，也不敢对美国说什么，也不敢讲什么，他的确就是跟着老马可斯在1986年的那个政变，革命的时候呢，就 People's Power 就跑到夏威夷去了嘛，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在美国长大的情况。他目前面对的内忧外患情况非常局面，我根本都不忍心提到在荷兰的杜特迪，你知道那个在随时准备搞他的那交给你们两位再好好谈一下。好，大家都在说小马可斯现在就像岳老师说的，真的是内忧外患，除了有来自民众的压力之外，现在连家族内部也掀起了风暴。为什么连他的亲姐姐现在都不挺参议员艾米马克斯他直接大义灭亲，他在这个反贪集会上直接公开指控他的弟弟，也就是总统小马可斯涉毒。说第一夫人也涉毒，甚至总统的长子也涉毒。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全场是瞬间安静了0.5秒，因为太震撼了。他的姐姐怎么说出这样的消息？那这个被指控的总统长子桑德罗，他是直接罕见他反击说：“姑姑，你说这一些话指控是危险而且不负责任的。”那菲律宾总统府呢也出来说小马可斯在2021年的时候就验过毒品反应，那时候是阴性，而且暗示说这个小马可斯的姐姐艾米。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发难？认为说可能就是这个反贪调查，恐怕涉及到他的政治盟友有关系。好，其实大家也在说，他们兄妹关系可能早就有这个裂痕了。他们的这个关系本来就有裂痕，但他姐姐选在这个时候发难。我们想问明宽哥，你来看，他真的是大义灭亲，还是说家族内部他们现在权力板块确实就是在洗牌？那他必须为了自己，他只好先切割自保。我们先来简单的说一下菲律宾YMCA 有国际的援救，比较远的援救会到非洲去。其实亚洲有很多地方也需要援救，包括了像印尼、菲律宾也要。很多人会慌了，菲律宾人口1亿多，有7000多个岛，菲律宾不是很有钱吗？菲律宾的贫富差距非常非常大。那菲律宾呢是一个非常难管的地方，为什么呢？多种族、多民族、多岛屿、多语言。他们的宗教很多，然后人口1亿多人呢，大家说的话都不一样，所以呢，菲律宾呢要当总统的话，只有2个地方出过头，要么就是在吕宋岛，要么就是在明达纳尔岛，因为它有3个大行政区。刚老师有说菲律宾这个地方非常的神奇。那我现在跟各位说，马可斯更神奇啊！为什么呢？我第一次看到关于马可斯的一个新闻是，他在舞会当中被雷根总统抱着，那一年他3岁，因为他爸爸跑路了，他们就在夏威夷他们就一起在一起。所以你跟我说小马可斯真的懂菲律宾人的苦的话，我个人是不太清楚的，我不太相信。简单的说，小马可斯是个公子哥，小马可斯是个公子哥。我们从公子哥这个地方开始再往下延伸在菲律宾选举非常的麻烦，为什么非常麻烦呢？第一个，我们刚好跟各位说嘛，多岛屿、多种族、多宗教，所以呢，你在当地称王之后，你要开始怎么办呢？你要开始拉帮结派，因为你能够管的地方真的不多啦。我们讲个简单一点的马可斯家族他们家在整个出来崭露头角的时候，他们只是在吕宋岛当中北方的中国的乡村，他们开始出来的从小选举开始，选举完之后开始往下走之后，开始分赃到最后呢，各位整个菲律宾垮了嘛。可是各位，菲律宾不是自始至终都这么弱菲律宾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亚洲第1强国他们从西班牙管完之后，美国管完之后，他们是亚洲第1强国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崩解的？他们就是民主化之后开始崩解的。过去殖民时代他们是强国所以简单的说，因为多种族，因为多语言，所以简单的说就很难管。回头来谈了，为什么他的姐姐要出来指责说小马可斯来到这个地方他吸毒？现在跟各位说，菲律宾他们的总统选举，菲律宾的总统选举跟南韩一样，他们是5年1任，不得连任。所以呢，很简单，你要的话就是大刀阔斧的改。要么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让你的兄弟，让你的整个所谓的同才都能够过得很好。那菲律宾现在的状况是，第一个，菲律宾今年的台风特别多，每次都造成很大的一个灾害。造
造成很大的一个灾害就很简单了，公共工程行不行？排水行不行？你的房屋行不行？最后一看，全部都不行嘛。那为什么全部都不行呢？菲律宾的总统其实跟韩国的总统一样，他是有一个诅咒的。什么叫诅咒呢？要么就跑路，要么就被关。很特别，这个很特别，所以我简单的最后来做一个 ending 哈。这个 ending 要跟各位说的就是，各位记不记得主持人刚说2021年他为什么要去做毒品测试？很简单，要当总统的嘛。要当总统了，要当总统的时候要跟全国的人说清楚，你到底有没有用毒品嘛？那目前他有没有用毒品？小马可是有没有用毒品？帮小马可是有没有用毒品？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今年2025又要总统大选了，而现在是人人有信心，个个没把握。现在的人心正在浮动当中，所以现在大家都在为未来在打算了。确实，好，现在内部非常的动荡，他的家族分裂真的是白热化。因为呢，现在小马可斯本人到底怎么反应，其实大家也在观望了。民众很多的怒火要求他下台，但是我们来看到总统府的反应哦。总统府反应是说，这只是一小撮人。确实，刚刚岳老师也说，按照比例上来说，但是这就是有民怨嘛。但是更敏感的是说，这个抗议现场竟然有退休的将领现身在声援，直接喊军方说撤回支持。但是在曾经经历过人民力量革命跟军变的这个菲律宾呢，其实这个讯号蛮不寻常，所以大家也在观望。那军方最新是罕见警告说，示威里头可能有不肖分子，甚至有外国资金的渗透，还影射说是邻国可能要对菲律宾的社会来挑拨离间，制造对立。好，现在大家在看菲律宾现在呢，民众上街，家族内战真的是内忧外患。那军方现在又说有外部的势力风险，会不会陷入了这个内部失序、外部压力双重夹击？更您的看法？我跟你讲哈，你看你自己顾好自己比较要紧啊，不要说把外国势力给拉进来啊，对不对？因为实际上菲律宾的一个社会本来就是一个不是一个走在轨道上的社会，那他们的民主制度是学习美国，仿效美国有参众两院，在这种情况底下，那他们的架构是存在的，可是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们的精神跟以及尊重宪法的那个态度是跟美国完全不一样的。他们虽然很早就已经被美国这个就是说殖民了，可是问题是他都没有学到真正的民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老的马可仕开始，一直到现在，其实贪污的像罗姆斯啊等等这些贪污的传闻没有断过。当然这个事情发生了，就是说，哎呀，天灾造成什么？造成了这个台风啊，卡马基台风，本来不会死那么多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卡马基过去的时候，防洪工程全倒了，你知道吗？洪水冲进来，所以才会死了259个人。他可以死一点点人的，死了这么多，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豆腐渣工程。那豆腐渣工程呢，马上被小马可仕自己拿来讲，他说：“我很痛心啊，我认为啊，这些承包商所做的都叫做幽灵工程啊，我下令啊，要成立委员会特别调查。”就抗议老百姓就说，调查应该调查你自己吧，对不对？难道你会不晓得吗？结果你知道现在他们说调查，真的调查出来了。要在听证会里面，你知道包商真的出来作证啊，40个国会议员说，给不给钱？不给钱就不给标，不给钱就不给你标案。哇，那比我们台湾那些贪官还要可怕，真的不，国会议员。不是参议院就是众议院的，不给钱就不给。结果总共贪了多少？总共贪了1000亿披索，大约等于是580亿台币啦。